有史以来最大的炫卡斗士，载具形态全长接近2米，设计原型参考了银色魔头号。史上最大炫卡武装，单体形态、合体形态都可以装备。2种 DIY 变形玩法详细分享。这里是纯白欢笑的分享时间，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炫卡 W 的临时暴君的详细评测。首先呢，在开始感谢一下这位 ID 名为今天你嘻嘻了吗的朋友，把他的临时暴君借给我作为评测和改进的参考。而今天的单体篇呢，我会为大家带来临时暴君需要注意的通病问题，还有设计的优缺点评论，以及横向对比和 DIY 玩法分享。首先我们拿出临时暴君本体的车头来看一下它的载具形态，先放在转盘上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体的样子。据说设计师说这个的载具形态是参考了铁胆火车侠里面黑暗军团的老大银色魔头号去设计的，因此整体的这个车头虽然原型呢是以新干线类型的火车为原型的，但是整体的造型呢又有点像银色魔头号的这个味道。然后整体的样子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再拿出这个尺子来量一下它的这个长度，整个的车头的长度呢大概在36厘米左右。首先惯例的拿出可乐罐作为大小对比，然后接着呢拿出中尾巨神的车头作为一个对比，可以看到临时暴君的车头比中尾巨神的车头大了一整圈，从长度到宽度都是的。我们把它底盘一边对齐，然后来看另一边多出来这个厚度，就是临时暴君的车头比它宽的部分，然后再把它整个放在上面，尾端对齐，可以看到它多出来的长度。然后呢，我们再请出银色魔头号放在一起，可以看到据说作为原型的银色魔头号和它放在一起样子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眼睛这里都是可以在载具形态下打开的，这样看确实有点相似的感觉。不过其实比起银色魔头号，我觉得有个更像的就是新干线变形里面第一季出现的反派漆黑新干线，同样是黑色魔龙型的新干线反派，定位呢也是有点类似的感觉吧。这个也是老物了，在造型上并不还原机设，所以在玩具的素质上是比不过临时暴君的。然后临时暴君的整体大小比例其实反而是比较接近于乐高的这个火车。这里呢是一个吉木的星穹铁道的那个星穹列车的一个模型，你看到它的大小比例和宽度都是非常接近的。因此的话，其实你如果要给临时暴君配一个轨道的话，可以考虑这个乐高的轨道。当然如果你们想要的人多的话，我也可以回头专门给临时暴君做一个动画造型的那个轨道特效就是了。不过临时暴君的列车形态已经接近于2米长了，应该不会有多少人拿这个形态作为展示吧。接下来我们来开始变形。首先呢，把这个侧面的这个2个武器给它拆下来，这里呢是一个卡扣固定在上面的，另一边也是一样的，拿下来先放到旁边。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上面这一块，这里有2个凹槽可以用来抠手的，然后把这个下面的也掰开，这里转一圈按下去，然后注意到这个地方和下面的这块是有一个凸点的，所以一定要先把上面的那一块打开，然后再把这一块掰开，然后挖下来，另一边也是一样的，掰开之后再把内部的这个板子给它收纳进去，这样就变成了它2个侧倾架。然后接下来看到上面只有2个轮子结构，把它掰下来，然后接着把整个车头掰起来，调整下龙角作为避让，再转180度，然后这个车头就先保持这个状态，先不要动，然后把后面2个手臂这里掰开。然后呢，我们再转到正面来，可以看到这里有2重的卡扣，也给它卡到侧面，另一边也是一样的，然后把轮胎翻到这个上面来，变成肩甲的一部分，然后整个手臂转过来，再调整一下拳头的角度，这样子两边的这个手臂结构就变形好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再看到这边这个腿部这里，先把腰转180度，然后接着呢把腿从中间分开，然后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卡扣给它收回去，然后再接着是把这边这个给它翻下来，然后呢再可以看到就是
这边这个脚掌这里也给它拉开，然后接着再把整个大腿从根部这里转180度，翻到正面来，这样子下半身大体就已经变形好了。再稍微调整一下脚部贴地，然后我们接着再转到上半身，先来看这个车头，这个地方翻下来，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凹槽对应腹部的这个卡扣，所以这个是打折之后和这个车头这里构成一个平面，然后整个去和肋部去结合的。但是先不要急，我们先翻到后面来，把这个盖板打开，把这个头翻出来，然后接着呢把这个车身从中间给它掰开。掰开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个关节，这个地方你要先转这个，然后再放下来，不然的话会和这个有干涉。同时在掰的时候呢，你最好抓到这个根部，不然的话你直接掰外面，它容易把这个关节给别到。然后再去把这个和身体去结合，然后把这个前胸甲放下，然后接着把上面两个拉起来，再把末端往下压，然后往肋部靠，这样子构成它的一个肩甲造型。这样子这个人形就大体变形好了。接下来再出这个武器，把这个展开变成一个类似于直角的结构，然后呢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卡扣和它背部的这个凹槽进行一个组合，然后再调整一下角度，把这两个武器都插上去之后，然后背部变成一个类似于 X 型的造型，这样子单体的造型就变形完成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把它放在转盘上面来看一下整体的样子。变形后的这个人形呢，以载具外壳的白色为主，然后点缀的黑色和红色以及银色的一个配色。整体的涂装细节造型给的都还是挺大方的，可以看到整个上面的电镀件、透明件还有金属涂装给的都是相当的全，整体的效果显得非常的华丽，只能说不愧是炫卡 W 的 BOSS 机。然后我们接下来仔细看一下，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头部的这个侧面的角，然后还有整个胸甲这些地方，它全都是一种枪铁色的电镀件，然后呢再涂装了这个金属红。然后接下来我们拿出这个紫光灯来照一下，可以看到身上是没有什么荧光反应的，就只是普通的。感觉它这个地方如果能在那个嘴巴那里做出一个荧光的那个笑脸的那个造型就好了，不过可惜的是并没有特别去做荧光效果的处理。这是零件采用的这个表面的这个白色材质，其实你肉眼看是能看到它是有一层偏紫的一个反光层的一个珠光质感。我这里尽量通过移动光源，然后来大家观察它的光影变化下的这个颜色的变化，希望大家能够感觉到它的这个材质的区别。可动展示，首先呢是头部的可动，头部这里是一个球冠，可以自由的前后左右转动，然后再就是两边这个龙角可以上下的去转动，然后手臂的这个车台最大上抬角度呢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因为前面的这个胸甲这里它有，应该说肩甲这里吧有一定的避让，但是它这个避让其实挺微妙的，就你看它这样抬到最上面的话，就还是会干涉到胳膊，就很微妙，所以只能认为它这个东西有一定避让但不多。然后整个的这个手臂是这个肩甲活动范围，就是在不拉开这个肩甲的情况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拉开肩甲之后的话，整个的那个手肘关节最大弯曲就是这个样子，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可动范围吧。然后戴上肩甲的话，它的这个最大弯曲的这个手肘就是这个角度。然后整个呢小臂这里呢是有一个自转的，然后手腕这里有一个转动，然后手这里是4个指头是可以打开的，然后大拇指是固定的。手臂大概就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看到这个腿部，这边是车裙甲，可以两边的张开，然后前后也是有一定的转动，但是它因为很紧，我就不太敢掰。然后再就是这个腹部这里，它这个地方实际上是被这个给卡住了，所以卡住的情况下还没有腰转，然后拉开的话倒是能有腰转，就是这个样子，很微妙。肋部的卡扣正常来讲，设计上来讲应该是全部卡上的，
然后一旦卡上之后它就没有摇转了，整个都是固定的。然后后胸甲是可以上下掰开，然后呢再就是这个背包这里，它这里有一个转向关节，可以2个角度去调整角度。然后肩甲这里是有一个上抬，最大上抬就到这个范围，然后再就是末端这里也是可以上下去调整角度。然后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它的这个腿部的可动。首先把它的这些裙甲都给它掰开，然后我们来看到它的这个腿部可动。首先是大腿的两边的这个侧踢是可以直接一个1字马，这个范围还是挺大的。但是呢还是老毛病，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侧踢的这个关节，你看这个是它的最小的这个转动角度，其实这个转动的这个一度还是挺大的。然后前踢的这个也是的，就最小的一个转动角度有这么大一个角度，所以你在把玩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去调整它这个姿态的。然后前踢最大的角度是这个，然后这个是膝盖的屈膝，是最大的弯曲角度是这么多。然后整个大腿呢也是有一个360度的自转，然后脚掌的前脚掌是有一个接地的。后脚掌的话，它因为是一个爪子，所以其实也还好吧，单根的爪子对接地影响不大。前脚掌这个接地已经够用了，你看，就算是拉到这个角度，这个前脚掌的接地其实也是够的。后脚掌因为是单根爪子，等于是一个尖儿，所以它其实并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接地问题，所以前脚掌的接地已经够了。然后再就是变形结构的这些弯曲，这些应该是用不到的，在人形状态下，所以应该不能算作它的一个脚的可动结构吧。然后接下来是详细的大小对比，首先是和可乐罐作为大小对比，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拿出尺子来量一下，可以看到这个高度大概到头顶的话有个33到34厘米左右的高度，这是它的一个单体身高。然后我们拿出纵尾巨神的单体跟它对比，可以看到直到它的这个腰部或者说腹部这里。然后呢，我们再拿出纵尾巨神合体后的大小，就算是合体之后也还是比零式暴君的这个单体要小点。然后是玄铁战神 W， 跟它差不多大小吧，稍微高一点点。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拿出已经装过了4只延长改建的这个重装伺候王，看到哪怕是延长了4只之后，也还是要比它小一些，如果是没有装的原版就更矮。然后是定价比较接近的万代超合金魂新干线变形15，然后这个呢是 TT 社的7个新干线的人形。接下来是武器使用展示，首先呢转到背后来，把这2个武器给它分别拿下来，然后接着开始变形，把这个武器这里给它掰直了之后，调整一下侧面的这个接头，变成这样子一个形状。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拿开这个手这里，把这个掰开之后，可以看到掌心有个凸起，对应这个手柄这里的凹槽，就可以把它固定在手里面了。另一边的变形也是一样的，也是把它放在这个掌心里面。这样子呢，就是它单体状态下的一个双刀形态。当然在动画里面，这个更多的是作为2把浮游剑来进行攻击的，拿在手上的攻击时候其实不算很多。玩具的话，使用效果大概就是这样的。当然它剧中更喜欢使用的这个拿刀背砍的这个拿法也是可以还原的。然后呢，除了这个双刀模式以外，其实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刀背这里是有这个凸起和凹槽的，可以把两边进行一个组合，变成一个剑模式。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握柄这里面有一个卡扣，这个卡扣我建议是这样子，给它从这样子一个位差给它滑上去，因为它这个地方卡扣设计的有点问题，就是也可以看到，就只是正常的，哪怕是这样上下的进行一个组合，它这里也是有点发白的，所以建议自己玩的话，其实就这样搭在上面就行了，就不要去卡这个卡扣了，不然很容易去把它弄断掉。然后剑模式的握持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款仅从单体可以看到的一个通病问题。首先呢，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剑柄的这个卡扣，它这个卡扣做的有点紧了，所以这哪怕是这样子错位的去进行一个结合，它的这个卡扣这里也会发白。个人建议自己把它稍微磨一下。然后再接着就是这个龙角，
可以看到它这个左边这个龙角其实是有点偏的，实际上是左边的这个龙角的这个打桩的这个轴给它打歪了。就你看，如果把它放下来的话，这个状态下看它这个龙角其实是对齐的。然后但是呢，当你把这两边这个龙角给它掰上来之后，就可以发现它左边的这个龙角是靠外偏的，实际上就是中间的这个轴打歪了。然后这是这一批的这个通病全部都是这样的。然后再就是之前说过的这个齿轮关节的这个齿位有点太大了，从大腿根部到膝盖都是这样的一个很大的齿位，这个也是炫卡的一个通病了。然后呢，再就是它头部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剧中没有的两个凸点，用来固定面具的。但实际上有人试过，就靠额头的这个固定面具也可以很牢固了。所以自己有喷涂能力的，可以考虑把这两个凸点给切掉。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它所附带的炫卡武装，或者说炫柱武装。首先呢是大小对比，拿一罐可乐跟它放在一起，可以看到几乎是可乐罐的2倍高。然后是在此之前最大的炫卡武装，也就是炎龙的这个，以及在此之前最后的炫卡武装银翼骑士的这个。可以看到银翼骑士它是要比炎龙的这个要厚一些的。然后呢，这个哪怕是最后的这个银翼骑士的，跟它一比也是小儿科。它比起之前的所有炫卡武装都是更大、更厚、更长。然后呢，再拿出同为列车的纵轨巨神的炫卡武装，就只是一个小卡拉米了。甚至于你把这3个炫卡武装，去把它全部叠在一起，然后你大小才能跟它比较接近。大小对比差不多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开始它的变形。首先呢是把它从这里给它掰开，其实掰开之后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卡扣，这里有个卡扣，分别是对应这边的这个凹槽和龙头这边的这个凹槽。所以在组合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把这2个卡扣都给它固定上面，这样子就算是变形好了。因为它这个尾巴上面可动关节很多，所以你可以靠这2个点来确定它有没有变形完成。然后把它全部展开了之后，龙头转过来，再把它这个前爪这几个关节都给它拉伸开，就是这个样子给它拉伸开。然后把前爪这里给它转过来，然后后爪这里呢也是把这2个给它掰过来，然后接着把这个胸口这里这个地方给它掰成大概一个 Z 字形的结构。然后呢再稍微去调整一下它这个身上这些关节的角度，这样子这一次这个黑龙的这个炫卡武装的单体形态就变形完成了。整个造型还是很还原动画的，尾部也有炫卡的这个造型刻画。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它的细节造型和可动。它整个的这个角这里也都是电镀件，然后呢嘴巴这里是可以张开的，但是只有下巴可以张合。上颚的肋部也可以看到有细节刻画，然后整个头可以左右旋转。肩膀呢这里是一个球关，可以去调整角度。然后呢手肘这些地方的可动也是有的，脚底呢是有偷胶的。然后再就是之前变形用到的这个旋转结构，也可以当做是一个手脚的接地吧。然后呢再就是这个应该是属于胸部的这个位置，这里有一个 Z 字形的一个2层关节，可以去调整它的角度，可以把这个龙直接完全拉直，也可以像剧中这样子把它抬起来一些。然后后面的这个每一段这个关节也都是可动的。然后腿这里的话就是只有一个横向的转动，然后这边也是每一段关节都是可以转动的。但是这个尾巴这里转动的时候要注意，你看如果这个样子的话就很容易把手夹到，所以在把玩的过程中要小心一点，因为它这个关节其实也是齿轮关节，所以这个力量还是挺大的，很容易把手夹住，所以玩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这个地方。然后再就是它这个前肢这里不是一个球关嘛，所以在变形的过程中你可能就会这个前肢去插到这个侧面的这个金属红涂装的地方，导致一个掉漆。这个是这位朋友借给我的时候它就已经是这个状态了，因此大家在把玩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把它进行一个变形，把它转换为武装模式。
首先呢是这个前爪把它变成这个形态，然后给它放到上面，变成类似于一个背包的翅膀的形状。然后接下来呢把它上面这个地方掰成一个类似于7字形的结构，就是不要凸起到前面这个卡扣之前的部分，然后后脚也是这样收纳，然后尾巴大体的去掰一下，这样子合体前的准备就变形完成了。接下来我们拿出临时暴君，可以看到背后这里是有4个接口的，对应这个武装上的4个凸起，这样子直接把它卡到这个背上，然后尾巴的这个角度是可以任意去调整的，然后接着把胸口的这个晶体给它掰下来，露出这样一个凸起的接口，连接到龙头后面的凹槽，然后再把下面这个晶体也给它掰上去，这样子这个武装形态就组合完毕了。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拿出之前的这个剑形态，它使用炫卡武装之后好像基本上手上就是拿的都是这个剑形态的武器吧，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整个的这个尾巴呢就变成了它的人形状态下一个类似于脊椎延伸下来的一个造型，然后从背面可以看到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很明显的在腰后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类似于推进器散热器的一个造型。接下来是2种 DIY 玩法的分享，首先是这样的一个暴龙形态，也是以之前炫卡武装的这个组合模式为基础变形出来的。首先呢还是以这个基础为范例，先把它的这个背部拿下来，然后把头部给它收回到这个胸腔里面，然后接下来呢把这个前胸甲和这个车头这里给它整个掰开，然后把这个肩甲给它翻到下面，注意这个地方要把这个肩甲在这个前胸甲的下面去合拢，然后把它这样子搭下来，去构成那个龙的脖子和躯干的一个部分，然后接着再把它这个前胸甲这个样子掰的贴合到这个前面，构成胸口的一部分，然后接着去调整一下手的姿势，然后接下来呢把这2个膝盖的这个装甲翻下来，然后把脚这个样子进行一个折叠，然后接着整个腿转180度折叠到这个前面变成这个形态，然后整个侧颈甲转到后面，另一边也是一样的，同样的镜像变形，这个样子，这样子来构成暴龙形态下的一个腿部结构。稍微调整一下角度，然后接下来呢再把之前的这个炫卡武装这边这个上面这个给它掰起来，然后再给它装回去，然后再调整一下上面的这个角度，就是尽量让上面的这个地方去和它的这个是贴合的，变成类似于一个那个推进背包的感觉，然后整个脊椎和龙头要尽量构成一条直线，这个样子暴龙形态就变形完成了，大概效果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在这个的基础上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变形，就是先把这个前胸甲让它和整个这个龙头去贴合，再把这个腿放下来，这个样子的话就可以更加去接近于暴龙的一个体型吧。然后呢这个脚掌这里因为是轮子朝下，也就类似于它的一个高机动模式的感觉吧。这样这个就是第一种 DIY 玩法。然后第2种 DIY 玩法呢就是火车侠形态，因为之前不是说它的这个原型设计有参考那个银色魔头号吗，因此我干脆就照着火车侠那个方向去掰了一下，掰出来这样一个形态，我觉得还是挺还原的嘛。当然这个只能是从正面看，侧面看的话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状，但是正面真的很像啊。然后呢接下来开始变形的讲解，首先是以这个人形为基础，先把这个就是
前面这个地方先还原成一个类似于列车的这个车头形态，这个样子，先把两边合并到前面，然后接着这个前行甲呢是这样子一个形态折叠到下面，然后接着呢还是把这个头部折叠到里面收纳起来，然后接着把这个转到上面来，这一部分就接近于列车的那个形态嘛，然后接着把手转下来之后，这边转180度，然后把拳头这个样子反着转过来，这个样子，然后整个手呢也是给它弯曲到90度这个样子，然后接着我们先把两边这个侧行甲给它打开，然后接着是把整个这个车头这里转180度，然后把这个视行甲的这个上面这个部分给它合上去，然后接着再把这个视行甲比较小心的给它转90度，另一边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是比较紧的，然后接下来再把下面这片装甲给它打开，连到这个手上，然后接下来把膝盖甲翻转，然后腿部这个脚掌这里先给它收起来，然后往下掰一点，然后接下来呢去调整整个腿部的这个角度变成这个形状，这样的一个类似于 L 型的结构，然后给它伸到前面来，然后再最后把这个点睛的这个眼睛给它露出来，然后再稍微调整一下角度之后，火车侠形态就变形完成了。我们再稍微调整一下关节角度，就是最后就变成这个效果了。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呢就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大家对这一期的视频觉得做得不错的话，请给我一个3连或者关注一下我，谢谢。